今天为什么跑这么快？你昨晚跟曼宁在房里聊什么？他说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我说好。你到底知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结婚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关系。结婚以后，夫妻有义务照顾对方，保持忠诚。结婚的核心是爱。你爱曼宁吗？爱。你不觉得太快了吗？你确定你以后要跟曼宁一起生活？那要怎样才叫不快？你根本就对感情一知半解，还没有搞清楚是爱就陷入婚姻，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任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随便答应曼宁，不只是会伤害你自己，还会伤害到你身边的人？姐，你生气？为什么？你的芝麻糊，你的红豆冰。谢谢。哎，今天又为了什么事心情不好啊？安哥三元，他就这么一个表情，你怎么看出他心情好不好？他从小就这个样子，心情好的时候就吃芝麻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红豆冰。他姐姐则是苏恒吃什么，他就陪他吃什么。好了，你们需要什么再叫我吧啊，慢慢吃。嗯。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姐生我的气。他为什么生你的气？我说要跟你结婚生孩子，他说太快了。他还说我有可能不止伤害到自己，还有可能会伤害到身边的人。雨安，雨安，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你妈妈呢？一个小孩子四处乱跑，很危险的。妈咪凶我，发生什么事啊？妈咪不让我去同学的 birthday party。我相信你妈妈不会无缘无故凶你的，她不让你去，一定有她的理由。妈咪每次跟爹地吵架，心情就不好，我害怕。安安，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看到雨恩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就过来陪她说说话。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不会，我也刚好路过。走了，跟阿姨说再见。拜拜。拜拜。你需要模拟一遍当天上午发生的事。那天早上，他起来之后，妈妈吃药，吃了就不疼了。我不要，吃了也没有用，我受不了了，都是你，都是你啊！
天这样闹，我也受不了了，我觉得很烦，我就拿起枕头。可以了。长期照顾一个病人，一定很辛苦吧？再怎么辛苦也是应该的，她是我老婆。那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有什么兴趣爱好吗？自从芳芳生病之后，我们都很少出门，不是待在家里，就是去医院。只是偶尔到公园去散散步，和一起去吃他喜欢的云吞面。那你平时有好好吃饭吗？胃口怎么样？芳芳生病之后就没什么胃口，她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有一次，她还开玩笑说，吃药都吃饱了。为了配合她，我也吃的比较少。那你平时睡得好吗？芳芳经常会半夜痛醒，要起来吃止痛药。有时候还必须扶她上厕所，有时候来不及，就要帮她清洗。看得出来，芳芳真的很需要你。我经常在想，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她该怎么办？不过，一切都过去了。你有后悔杀了芳芳吗？林志鹏的心理评估还顺利吗？什么？你是在催我交报告吗？友情提醒，身为案子的检察官，你不能影响我的工作流程哦。只是关心一下，哪敢催你啊？你之前说过的偷窃惯犯，是不是就是林志鹏？嗯，你的分析挺准的。林志鹏应该是看到妻子抗癌那么辛苦，自己却做不了什么，所以才会借由偷一些小东西来舒缓压力。而且他偷的发夹、梳子似乎都跟他妻子有关。这几年，妻子依赖他照顾，可是他的生活中都是围绕着他妻子，已经分不清到底是谁依赖谁。不过我认为，动机不会只是受不了。你认为还有其他原因？林志鹏的心理状况很复杂，既有如释重负的平静，又有强烈的不舍和负罪感。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深入了解。可惜的是，他妻子已经无法告诉我们他那一边的故事。今天约我出来，应该不是聊公事吧？你妈妈的事，这几天你一定想了很多。我
我真的很感激你告诉我那段往事。你有很多关于经营的事想问我，却会担心我会介意。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吧。你会恨我妈妈吗？说完全不恨是骗人的。感情里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我确实伤心更有过。不过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很多事过去了也就淡了，希望你不要怪静了。那你知道我妈妈现在在哪里吗？这么多年，我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张明信片。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尝试过找她，但是我跟她没有亲属关系，就算报警，也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线索。这些书很难看吗？那你干嘛走来走去，不坐下来好好看？姐几天不跟我说话了。可盈还在为我们发展太快的事情生气。我不知道，她都不跟我说话。我就奇怪，最近想约他出来吃饭，他都说没空，原来还在生气。你别担心，你姐这么宝贝你，怎么可能舍得生你的气？给他一点时间，他想通了就会没事的。你不也一样？有时候忙起来也很久才回复哦。你看，这两件婚纱哪一件比较好看？姐上次说喜欢这本书。今天几点回来？买了你爱吃的拉沙。我先走了。喂，那晚餐怎么办？回来的正是时候，刚好可以吃了。这么多料，我知道你喜欢吃，特地给你加料的，吃吧。谢谢。你今天不是休假吗？嗯。那你去哪里啊？跟曼宁去看书。那曼宁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你说买了我喜欢吃的拉沙，没说又买曼宁的。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丢下他自己跑回来啊！以后你做事不可以只考虑到自己，要多为他想想，知道吗？哦。你不生我气了？对不起，上次我的反应是太超过了，我跟你道歉，你应该不会怪我吧？不会。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弟，你什么时候对心理学感兴趣了？不感兴趣，那你还看这本书？因为你说你喜欢。
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人生不外乎2种悲剧，一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二是得到你想要的。为什么得到和得不到都是悲剧？这句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等你以后经历过，自然就会明白的。说正事吧，有关于林志鹏的案子，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这个案子还有什么要调查的？我想知道，在你们的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发现王芳芳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查过他所有的遗物，没有发现什么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那他的手机呢？科技组分析过他的手机，没有你说的那些。那他的社交媒体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po 文，比如反映他的心情之类的？他是有一个社交账户，但很少 po 文。你想要知道什么？我是觉得我们一直在集中调查凶手林志鹏，他怎么想，做了什么，却忽略了死者的心态。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我们能了解王芳芳死前的心态，就能搞清楚林志鹏杀妻的真正动机，就会影响我提出的碰撞和量刑建议。文祥，你看了林志鹏的精神评估报告了吗？报告指林志鹏没有精神疾病，案发时也清楚知道他的行为跟后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跟证据可以起诉他谋杀。不过报告也提到，林志鹏长期照顾重症的妻子，承受很大的压力。王芳芳死后，他很伤心、内疚，陷入抑郁。其实，他也是想要帮王芳芳解脱，我觉得情有可原。你在考虑控告他误杀？我们不能只追求定罪率，也要衡量被告的心理状态和动机。如果不考虑这些，我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同情归同情，我们身为检察官，一定要保持公正客观，不能够感情用事。Chief，林志鹏用枕头捂住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他杀人的动机已经很明确了。不过林志鹏是出于爱，不想看到王芳芳继续痛苦下去，想要帮她解脱。这是你的主观感受，可能当时王芳芳想继续活下去，可是林志鹏剥夺了她生存的机会。法医报告有提到，王芳芳有疑似被虐待过的痕迹。林志鹏的口供说，王芳芳容易跌倒，他从来都没有对王芳芳动过手。如果你要改控林志鹏是误杀的话，你要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或者减轻罪责的理由。有时候我觉得，你比辩方更像辩方。曼宁，嗨，你怎么会在警局？我约了舒恒吃午餐。哦，我和舒恒的事还是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舒恒未必会答应跟我在一起。祝你们幸福。你和可英的事我都知道啦，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大家还是朋友。可英还跟你说了什么？你也知道可英的家庭背景，我明白你想给她安全感，不过她和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你太心急反而会让她有压力。可英很优秀，追求者不少，或许是我想给自己安全感吧。看不出你这么没自信，还是说你对可英没信心？如果你还喜欢可英，就不要放弃，给她多点时间，耐心等待。你没听过一句话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可真是个大忙人，要不是通过舒恒，我都约不到你。我最近是有很多案子要处理，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们要结婚的事生气，故意避开我。你也知道舒恒在感情上是一张白纸，他和你谈恋爱有时候还需要我提点，真不敢想象你们结婚后会是什么样子。结婚后当然不需要你教，我自己来。 OK，
I rest my case。我知道你是在担心舒恒，但是我对他是认真的。他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走在街上也从不看其他女生，情绪还超稳定，也很包容我。谢谢。你今天不喝咖啡吗？我已经找到我自己的那杯咖啡，不需要再喝外面的。借我拍张照。这就是王芳芳社交媒体账号，你看看有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知不知道这只猫是谁的？他们邻居养的猫。就是报告提到过林志鹏讨厌的那只猫。嗯。你们在聊什么？这么认真？你看，这个是不是 Paycam？是，我看过。这只猫的脖子上的确有一个摄像头，可能会有线索。苏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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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找了1个小时多了，连个猫影都没有，那么漫无目的的找也不是办法。其实调查案件线索这种事，是我们警方的责任和工作，你不用跟着一起来。你对猫过敏，万一出了什么状况怎么办？你忘了小时候因为一只流浪小猫，你病了整整2天。猫咪从哪里来的？我在附近捡到它的，它很可怜，被人丢在路边。你等一下子，我去拿牛奶。舒恒，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可盈，你又捡什么东西回来了？你不知道弟弟对猫过敏吗？你看，它起红疹了。周妈，小猫咪很可怜，我很喜欢它，想给它一个家。恒恒，不要抓了，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来，宝宝给送走。我回来的时候不想再见到他。从那以后，周妈就一直提醒我，不能让你接触猫，最好是连我也不要靠近它们。我也不敢再提起想要养宠物的事，就是怕你会过敏。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会注意，不会有事的。他就是苏西。没事吧？你在这里等着，我去买点东西。苏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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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西。就算拿到视频，也不一定能看得出王芳芳真正的想法，搞不好就有几个画面。至少我们尝试过，比什么都不做好。希望不会白忙一场。苏旭，你来了。志鹏叔叔那天不是故意要赶你走的，他是因为担心我免疫力弱，怕我被病菌感染，才会把你赶走的。你不要怪他好不好？其实我跟他提过离婚的，
想让他去过他自己的生活。可是他说，他离不开我。我知道他紧张我，可是他越是这样，会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是我拖累了他。我的这副身体，有时连呼吸也会痛。我真的很累了，我真的唱得很辛苦了。等一下，这鞋子我认得，林志鹏去自首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鞋子。如果林志鹏一直站在门口，王芳芳说的话他全都听到了，那他突然杀他的动机就说得通了。林志鹏很喜欢王芳芳，不是喜欢，是爱。林志鹏很爱他老婆，王芳芳也因为爱她老公，所以一直在他的面前逞强。喜欢和爱不是一样的吗？喜欢是因为看到他的好，所以在一起；而爱是看清楚他的不好，还愿意留下。真正爱一个人是全心全意的为他着想，甚至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只要他幸福就够了。哎，不要再抓了，你又过敏了。天天休息，不好吃也没办法，你就凑合吧。很淡。不喜欢也没办法，你的过敏刚消，医生交代要吃清淡一点。都是我不好，害你受这种罪。要是周妈还在，一定会骂死我的。我没事，至少我们找到你要的东西。还说你不是小孩子。看我干嘛？快吃啊！不好吃也得吃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来找我干嘛？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太太5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杀了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连半年也等不了，要这么做？给他看。我真的唱得很辛苦了。那一天你站在门口，是不是听到王芳芳跟淑熙说的话，才动手杀了她？我真的很爱芳芳，我不能没有她。可是我没想到，原来我的爱会让人那么痛苦。
快吃药，缓一缓。来，我不要，吃了也没有用。来，快，吃了至少没这么疼，好不好？对不起啊。还是很痛啊。老婆，对不起啊。不是你的错。都怪我，怪我舍不得你，你才撑得这么辛苦。帮我。老公，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老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做。医生也说了，你太太时日不多。你的选择意味着，你很有可能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你知道吗？我以前以为，所谓的爱，就是要陪他到最后，不离不弃。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爱是要放手。芳芳每天醒来，睁眼呼吸，对她来说都是折磨。她不再笑，眼里也不再有光。
他活着只剩下痛苦。我最后能够为他做的，就是成全他。所以，死刑还是坐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反正芳芳都不在了。真正爱一个人是全心全意的为他着想，甚至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原来这就是爱。被告林志鹏承认，发现妻子王芳芳为了自己忍受病痛还要表现坚强后，十分内疚。案发当天，被告不忍心看到妻子王芳芳继续受折磨，加上他的哀求，一时冲动才会选择这么不明智的方法来成全他，并不是蓄意谋杀。我建议将控状改成误杀，建议刑期8到12年。林志鹏已经50岁，豁免鞭刑。王芳芳从来没有清楚表达过她想求死的意愿，她曾经哀求是林志鹏说的，而且我们又怎么能确定她在被捂住口鼻的10几秒里没有想过要反悔？精神科医生证明，林志鹏在杀妻后心里一直有很深的负罪感，他的动机是出于爱，没有恶意。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应该把他当成谋杀案来处理，法律应该对他重新发落。你要明白，检察官的职责不仅是要严惩罪犯，也要警戒社会大众。如果判决太轻的话，公众会以为亲手解决重病的亲人是情有可原的行为。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抓过很多凶手，他们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可是这一次，我看到一个尽心尽力照顾妻子，在绝望中替妻子解脱的丈夫，他跟其他的罪犯不一样。我不管他的动机是出于爱或者是恨，林志鹏应该很清楚他的行为会造成王芳芳的死亡，那就是谋杀。不过，我同意，林志鹏是没有恶意的，所以我建议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Chief， 身为这起案子的检察官，有一点我要你清楚，在情感上你可以同情被告，但在法律中你不能让步。我还是没有办法帮林志鹏减轻罪行。我看得出你已经尽力了，虽然有时候尽了力也不一定能改变结局，至少对得起自己。接下来就要看辩护律师怎么帮他求情了。刚才谢谢你，在 Chief 的面前帮他说话。我没有帮他说话，我是真的被他们夫妻的感情打动。没想到我也会心软的。今天的你跟我认识的 Victor 很不一样。人是会变的。以前的我，不管做什么事就跟查案一样，只想快点破案，给出结果。现在的我发觉，某些事，享受过程更重要。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以前一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如果已经知道结果，那又何必经历这段过程呢？其实对你来说，我未必适合你，你值得更好的人。可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晚刚到，没有打扰你们吧？没有，我们在谈公事。有空吗？一起吃午餐。好啊，拜拜。谢谢。OK， 午餐想吃什么？真的不好意思啊，恐怕要下次才可以请你吃饭了。
我下午2点有一个会议，手上还有一些案子要处理。没关系，工作要紧。是我没提前通知你就来。对了，上次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要不是听Dr.苏说，我都不知道你离开新加坡了。没出什么事吧？工作突然有急事，只能赶回去救火。不过现在没事了。倒是你，居然忙到连个关心的短信都没有。抱歉，最近是发生了很多事。Relax, I'm just teasing you. 让我猜，你说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一件是你跟 Victor 分开了吧？谢谢你刚才的配合。没事，就当你欠我一顿饭啊。没问题。How about tonight? 我今晚约了Dr.苏，你不介意的话，要不要一起啊？ Sure, I'm more than happy to join. The earrings look perfect on you, by the way. 谢谢。哎嘿，等一下。Ladies, please, don't fight me on this. This meal's on me, okay? 就当是庆祝公司让我负责亚洲航线。以后我会常驻新加坡。真的吗？那太好了，以后可以常约见面。来 ，Cheers。Cheers。对不起，接个电话。Hello。听说 Andrew Yang 认罪了，我们会以谋杀罪名提控他。他承认杀了 Ron Kim， 不过辩方强调他是在被激怒之下行凶，而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死 Ron。情绪失控，不代表可以夺走一条命。照 Andrew Yang 的情况来看，法官应该不会轻判，他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终身监禁，至少可以让他一辈子记住他做过的事。不过，对死者的家人来说，再重的判决也换不回他们失去的亲人。硕恒，西雅图的 Officer Wilson 刚发来消息，说找到线索了。我给你的资料是 Dr. 苏给我的，让他知道没关系。线索是什么？他们在西雅图郊区的树林发现一具骸骨，法医初步判定死亡时间超过20年，是亚裔女性，身份尚在比对中。Officer Wilson 怀疑就是姐的妈妈何静玲。你说我妈已经……目前只能说是高度怀疑，具体情况还要等 DNA 的比对结果。怎么可能？静云死了？